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楚乔传26次请赵丽颖被拒，张萌直播哭诉翻车，还是吴京聪明。冰湖重生开播那天，张萌估计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全网笑柄。4月10日，赵丽颖工作室突然发了几张9年前楚乔传幕后采访的旧图，配文只有一句话：时光往复，不负信仰，楚心如故。楚心谐音初心，如故就是还是原来的好。网友秒懂，这是在内涵新版冰湖重生不如原版楚乔传。当天下午6点半，冰湖重生的官微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微博：人前体面人，人后难做人，乱世生存全靠演技，谁还没两副面孔呢？还配了张角色戴面具的海报。两副面孔本身就是贬义词，再加上发布时间这么敏感，赵丽颖刚发完不到2个小时，剧方就跳出来反击，全网瞬间炸了。表面体面，背后为难剧方。网友们一致认为，这就是在影射赵丽颖工作室。更离谱的是，这条微博发出去不到1小时，估计是意识到惹错人了，官微悄悄把它删了。可删博已经晚了，截图早就被网友保存下来，全网疯传。可官微为什么要内涵赵丽颖？因为新剧的口碑已经崩得一塌糊涂了。冰湖重生一开播就创下了一个尴尬的记录，成了2026年第一部零广告开播的 S 加级大剧。腾讯热度从2万多迅速滑到1万3左右，爱奇艺那边更是跌到800多。网友调侃：金主爸爸们比观众还怕踩雷，连广告都不敢投。更扎心的是，原版反而因为这场争议，单日播放量涨了300%。一部9年前的老剧比新剧还火，这脸打得啪啪响。剧方为什么这么焦虑？因为这部剧从选角开始就埋下了雷。说是楚乔传续集，可女主却从赵丽颖换成了一个争议新人黄杨钿甜。说起黄杨钿甜，老观众可能有点印象，她9岁时在楚乔传里演过小楚乔，就是童年时期的楚乔。可那都是9年前的事了，当年她是路人缘不错的小女孩，如今19岁的她要演成年楚乔，观众根本不买账。为啥？因为她的争议太大了。剧还没播，她就被爆出在高中毕业典礼上戴了一副价值230万的耳环，引发一场耳环风波，这事直接把路人缘败光了。更要命的是，她那张脸太幼了，满脸稚气未脱，穿上盔甲像偷穿大人衣服的宝宝。她饰演的楚乔本应是历尽磨难、杀伐果断的铁血女将军，但身形和神态实在让人难以信服。有观众犀利评价她的表演：喜怒哀乐全靠瞪眼、皱眉、抿嘴。双引号。选角时就有很多观众放话有黄杨就不看。眼看着新剧扑街，制片人张萌开始了一系列堪称公关灾难的操作。可他这波操作每一步都在踩雷。第一个雷，官微内涵赵丽颖秒删，直接把赵丽颖的粉丝彻底激怒了。赵丽颖那边呢？没发律师函，没写小作文，只发了一条9年前的采访截图，体面又锋利。第二个雷，直播间哭诉卖惨。张萌在直播中掩面哭泣，说剧组多不容易，说自己6次去请赵丽颖和林更新都请不来，说拍摄有多艰难，求大家给个机会。一个制片人在直播间哭得稀里哗啦，可弹幕却全是冷嘲热讽。有网友毒舌点评：这5个人之间的戏中，制片人投入的感情最多。双引号。更要命的是，在普通大众与资本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的当下，作为资方的张萌的眼泪不仅无法获得观众怜惜的，还会被嘲讽。第三个雷，暗讽赵丽颖年纪大。张萌夸新版女主更有少年感，
被解读为内涵原版演员年纪大了。从内涵赵丽颖到直播卖惨，再到暗讽年龄，张萌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把最后一点路人缘也败光了。不禁有人好奇，张萌为什么会犯这些错？因为她前半生顺极了。张萌的前半生简直就是开了挂。她是选美冠军出道，颜值、身材、气质都在线，一出道就站在了很多演员一辈子都够不到的位置。后来转型当制片人，嫁给了大她6岁的影视圈大佬吕超，耀客传媒的总裁。老公是资本方，自己又能干，张萌的制片人生涯顺得让人眼红。安家穿越火线9重子，一步接一步的爆款，让她成了圈内公认的金牌制片人，走到哪儿都有人捧着，说什么都有人听。可正是这份太顺了，成了她最大的盲区。她习惯了赢，习惯了被追捧，习惯了我想捧谁谁就能红。她低估了经典 IP 在观众心里的分量，低估了赵丽颖塑造的那个楚乔在观众心中的地位。她以为换一批更年轻的演员，搞个少女版楚乔，观众就会买账。她以为原班人马不重要，剧情魔改没关系，只要有热度就能赚到钱。她错了，她忘了，观众看楚乔传，看的不是特效，不是服化道，看的是赵丽颖用命拼出来的那个灵魂。那个在沙漠里被拖到脱水，浑身是伤也不肯用替身的赵丽颖，才是楚乔本乔。没有赵丽颖的楚乔传，就像没有馅的包子，皮再好看也是空的。而张萌最大的问题就是她从来不知道数字怎么写，所以她敢内涵赵丽颖，敢直播卖惨，敢暗讽原版演员年纪大，因为她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对，做什么都能成。直到这次，她踢到了铁板，最后那点体面也保不住了。同样是面对项目风险，有一个人跟张萌形成了鲜明对比。2025年，吴京监制并主演的武侠大片《镖人》遭遇了一场塌房危机。原定女主纳尔纳茜因高考档案造假被立案调查，官媒火速删光她的报道，片方连夜撤下她的海报。更大的难题接踵而至，她已经拍完了90%的戏份，包括大量高难度沙漠打戏。面对这个烂摊子，片方吵翻了天。有人提议用爱换脸，省时省钱，3天就能搞定，成本只要200万。但特效团队直接泼冷水，打戏镜头人脸高速移动，爱换出来全是鬼影。吴京拍板做了最疯的决定，全组停工，换人重拍。8月中旬，整个剧组停工，布景全部保留，光租器材每天就烧掉80万。最终追加了5000万预算，宣布启动补拍。更绝的是，他没找流量小花救场，反而请来了粤剧演员陈丽君。质疑声铺天盖地，戏曲演员能扛住吴京、李连杰的硬虎打戏？没拍过电影的新人凭啥接盘5亿大片？剧组甩出陈丽君集训视频，她吊着钢丝连翻5个跟头，头发丝都不乱，耍弯刀劈得空气呼呼响。还是吴京聪明，一刀切掉风险，稳住了电影票房。豆瓣开分7.5，成为春节档口碑最高的电影。吴京赢在哪？赢在清醒。他知道观众不傻，与其硬着头皮上一个有风险的演员，最后口碑崩盘，票房扑街，不如壮士断腕，换人重拍。而张萌呢？他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硬撑。他知道黄洋电甜有争议，知道观众在抵制，可他没换人，因为换人成本太高了，涉及500多场戏，技术难度大，钱也烧不起。可结果呢？口碑崩了，收视扑了，连广告商都不敢投，成了2026年第一部零广告开播的 S 加级大剧。如果当初张萌也选择换人，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张萌犯的大忌不是暗讽赵丽颖，而是得罪了观众。想蹭热度，消费情怀，魔改原著，卖惨公关，每一步都在踩雷。而吴京的果断换人，高下立判。娱乐圈的大忌从来不是得罪某个明星，
而是不把观众当回事。9年前，赵丽颖用血肉之躯夯实的那个楚乔，似乎真的和宇文玥一起，永远沉在了那场信任破碎的冰湖里。捞上来的，早已不是当年观众意难平的那个人了。在这场围绕楚乔传与所谓续作引发的舆论风暴中，如果一定要说谁真正稳住了局面，那毫无疑问还是赵丽颖。说句实在话，这几年观众早就被各种情怀收割整得有点疲惫了。经典 IP 翻拍、续拍，本来就像是在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就会翻车。而楚乔传之所以能在9年后依然被反复提起，甚至在争议中播放量暴涨，不是因为剧情有多复杂，也不是因为制作有多华丽，而是因为当年那个楚乔是真的活过。而让这个角色活过来的人，就是赵丽颖。很多人现在回头看，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观众其实不是在抵制新剧，而是在守护记忆。那种守护，并不是盲目的情怀滤镜，而是一种很清晰的对比。当年那个在沙地里翻滚、被拖拽、满身是伤却依旧咬牙站起来的楚乔，是带着重量的。而这种重量，不是台词写出来的，是演员一点一点拼出来的。赵丽颖的厉害，从来不在于她说了多少，而在于她做了多少。你看这次风波，她的回应方式几乎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克制。一张旧图，一句话，时光往复，不负信仰，处心如故。没有对骂，没有解释，更没有情绪宣泄，但所有人都看懂了。这种分寸感其实很难得，因为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情绪极易被放大的环境里，很多人一旦被点名，第一反应就是反击。但他没有，这不是软，而是清醒。他很清楚，观众真正信任的不是话术，而是过去已经被验证过的作品和态度。所以他不需要证明什么，只需要轻轻一提，大家自然会站在他这一边。这种底气是一部一部作品积累出来的，不是临时公关能补的。再说回楚乔这个角色本身，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依然没人能真正取代？原因其实很简单，那不是一个被演出来的角色，而是一个被相信的存在。赵丽颖当年演楚乔的时候，并不是在完成一个任务，而是在经历一个过程。她的眼神、动作，甚至呼吸节奏，都带着一种真实的疲惫感和倔强感。这种东西是装不出来的。观众不是专业评审，但观众能感受到真与假的区别。所以当一个新版本出现，却只剩下表面的设定复制，没有灵魂承接时，观众自然不会买账。很多人会说，观众是不是太苛刻了？其实并不是。观众可以接受新演员，也可以接受改编，但前提是你要尊重原本的精神内核，而不是一边借着经典的名号，一边又试图用完全不同的逻辑去重塑它。说白了，楚乔传的核心从来不是大女主3个字，而是一个人如何在绝境中保持自我。而赵丽颖当年做的，就是把这种坚持具体化、可视化。这也是为什么当争议出现时，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新剧本身，而是回头去重温旧版。那种回流，其实就是一种最直接的投票。你可以营销，可以包装，但观众最终还是会用时间去筛选。再对比这次事件中的各种操作，就更能看出差距。有的人选择解释、辩解，甚至情绪化输出，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而赵丽颖的处理方式，反而像一面镜子，把所有浮躁都照得很清楚。她不需要争，因为她早就赢过，而且是那种时间越久越明显的赢。其实娱乐圈从来不缺流量，也不缺话题，但真正稀缺的是能被反复提起却依然不褪色的角色。楚乔就是这样的存在，而赵丽颖就是那个让角色拥有生命的人。所以这次风波看似是一次争议兑现，
但本质上更像是一场关于什么才算经典的再确认。答案其实大家心里都已经很清楚了，赵子琪就不要做无谓斗争了。恶意剪辑，芒果 TV 只给赵丽颖道过歉，赵子琪真的不该再做无谓的斗争了。她在浪姐节目中的淘汰，原本是个普通的竞争结果，却引发了与芒果 TV 之间的无尽纷争。作为节目中的淘汰者，赵子琪感受到了被区别对待，随之而来的黑稿四起，而她也在公众平台上毫不留情地发泄自己对芒果 TV 的不满，尽显不堪。对芒果来说，这样的场面无非是老生常谈，早已习惯。乘风破浪的姐姐是芒果 TV 的一档王牌选秀节目，节目中的嘉宾大多是年龄较大的女性艺人，或者是曾经风光一时的明星。他们或是为了跨界尝试，或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亦或是渴望重回巅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然而，为了追求更高的收视率，节目组时常采取一些手段，诸如剪辑和制造争议，以提升节目的话题性和热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节目有足够的商业价值和观众关注。赵子琪只不过是这场舆论风暴中的一名牺牲品。从人气和资源来看，赵子琪并非顶流，甚至可以说，她曾经的名气也不过是小有声势罢了。被淘汰后，她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想回房间拿个包，结果却被挡在了门外。虽然她被淘汰，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人身自由应该受到限制。赵子琪深感困惑，甚至觉得自己被羞辱，因此发文告别，再也不回来了，离开也不会难过。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没想到赵子琪却开始对芒果 TV 展开了一系列反击，指责节目组恶意剪辑，甚至在网络上公开质疑自己与其他成员之间的争执都是节目组故意制造的效果。这种带有明显挑衅意味的公开回应让不少网友直言，是不是输不起？毕竟这档节目已经举办多年，观众们对节目的剪辑手法早已见怪不怪。赵子琪如此反应，不免让人怀疑她是不是太过较真了。但作为当事人，赵子琪内心的痛苦和不满，大家也能理解。毕竟漫天的黑稿铺天盖地，谁都会感到不舒服。但从长远来看，这些负面信息终究会被遗忘，热度过了，事情自然也就过去了。说到被芒果 TV 恶意剪辑的受害者，赵子琪并不是唯一一个。曾经，伊能静也因类似问题公开发声，她曾艾特芒果 TV， 并发布了详细的视频澄清，试图还原事情的真相。虽然她的举动同样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同样，杨幂和赵丽颖这些一线女明星也曾在芒果 TV 的节目中遭遇过恶意剪辑。杨幂身家密室大逃脱，因剪辑被恶搞；赵丽颖参加中餐厅，也因节目组的剪辑变成了家教不良的负面形象，频频被网友吐槽。这些节目组惯用的做法已经成为业内的公开秘密。最终，芒果 TV 只对赵丽颖做了一个简单的道歉，称自己眼花看错了，希望大家不要误会。老实说，节目一旦播出，怎么会没有人审核过？问题都造成了舆论风波，节目组才出来解释，怎么看都觉得别有用心。其实，这种恶意剪辑的操作早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不仅仅是芒果 TV， 浙江卫视的好演员的诞生也曾爆出类似事件。袁立曾公开质疑节目组造假，指责恶意剪辑，事情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一个综艺节目如果没有热度，没有争议，确实就没有了商业价值，观众也会觉得无聊。所以，节目的制作方为了制造话题和热度，往往会采取一些摇椅子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节目的嘉宾等于自愿接受了这些潜在的风险和麻烦，尽管有时候这些做法不那么光彩。所以说，赵子琪不必太过于纠结，黑也好，红也罢，黑红也是红。如果不再参加节目，再来叫板也未必能得到什么好结果。
他既然选择参加这个节目，就应该理解其中的规则和潜在的套路。现在看起来，他显得有些不够成熟，甚至有些不懂事。毕竟，在这个圈子里，谁红谁就能玩弄其他人，而赵子琪恐怕在芒果 TV 眼中也不过是个小角色罢了。如果他不是像赵丽颖那样的顶级流量，估计芒果 TV 也不会回应他的挑战。在这场围绕综艺剪辑与舆论风暴的讨论中，如果把目光稍微拉远一点，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同样身处复杂的节目生态，有人选择正面硬刚，有人却用更沉稳的方式消化一切，而后者往往更容易走得长远。比如赵丽颖。说实话，这几年关于芒果 TV 综艺剪辑风波的讨论从来就没断过。乘风破浪的姐姐也好，其他真人秀也罢，观众早就默认了一件事：节目呈现出来的从来不等于全部真实。可偏偏在这样的已知规则之下，不同艺人的应对方式却把格局与情绪管理能力拉开了明显差距。赵子琪的愤怒其实不难理解，被淘汰、被误解，再加上网络舆论的放大镜效应，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很难做到完全冷静。但问题在于，情绪一旦公开化、对抗化，就很容易从受害者发声，变成情绪宣泄，而这恰恰是综艺叙事最乐于捕捉和放大的部分。换句话说，你越较真，越容易被卷进下一轮话题制造中。这时候再回头看赵丽颖，反而会有一种很微妙的对比感。当年她参加中餐厅，同样遭遇过争议剪辑，观众一度对她的性格、沟通方式产生误解，甚至被贴上不懂礼貌的标签。如果换作今天的舆论环境，这种节奏很可能会被无限放大。但她当时的选择，并不是持续兑现，也不是情绪化回应，而是沉默、做事，然后用后续作品慢慢覆盖争议。很多人觉得这是忍，但从更成熟的视角看，这其实是一种对行业规则的清醒认知。他很清楚，综艺的本质是内容产品，而不是个人表达平台。一旦你把它当成必须还原真实自我的场域，就已经在逻辑上输了半步。更关键的是，赵丽颖始终把重心放在演员本质上。无论是楚乔传时期那种拼到极致的打戏，还是后来不断转型尝试的角色，她都在用作品建立一种更牢固的观众信任。这种信任一旦形成，其实是可以抵御短期舆论波动的。你会发现一个很现实的现象，当一个演员的核心竞争力足够强时，外界对他的评价往往会自动趋于宽容。不是没有争议，而是争议很难真正动摇他的基本盘。反过来看赵子琪目前的处境，他的问题不完全在于发声，而在于发声背后缺乏一个足够稳固的支点。当观众对一个人的认知还不够深，作品积累也不够厚实，任何一次情绪化表达都会被放大成性格问题，而不是个体遭遇。这就是娱乐行业一个有点残酷但真实的逻辑。你可以表达不满，但前提是你有足够的不可替代性来承载这种表达。再说回综艺本身，无论是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是其他同类节目，他们从诞生之初就不是为了还原完整人性，而是为了制造可传播的情绪节点。剪辑、冲突、反转，这些都是工业化流程的一部分。参与其中，本质上就是接受一场被再创作的过程。所以真正聪明的参与方式，从来不是试图改变规则，而是理解规则，利用规则，甚至在规则之外建立自己的价值。这一点，赵丽颖的路径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答案。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她从不把风浪当成主战场。她的厉害之处，不在于从不被黑，而在于哪怕被误解，他也能把人生的叙事权重新拉回到作品里。这种能力比任何一次即时反击都更有力量。所以与其说这是一场关于剪辑的争议，不如说这是一次关于艺人如何与舆论共处的公开课。
有人在情绪里打转，有人已经在下一部作品里翻篇。时间会慢慢放大两者之间的差距。电视剧收视率排行榜，危险关系跌至第3，第一收视高达 2.045%。你是迟来的欢喜，收视率 2.045%。主演魏哲鸣、郑和惠子、李俊贤。剧情点评：导演太会拍了，每次转场和后面的小剧场都超级可爱，还有前面打电话突然冒出来的人，好有趣的拍摄手法。最后一集婚礼后面的小剧场完全圆满，而且男女主的暗恋很纯，一些互动包括一时空打电话的呈现还蛮有意思的，场景和人的搭配不戳。记忆深刻的是2个人再次回出狱的小商店，构图绝了。另外，本来是奔着魏哲鸣去的，没想到郑和惠子这么会演，超级可爱，谁都会喜欢上阮玉的。许怀诗和刘茂闺蜜那2对也超级喜欢，怎么能够把每一段恋情都拍得这么好看的？所以总的来说，剧集质量还是可圈可点，值得去一睹为快。小城大事，收视率 1.662%。主演赵丽颖、黄晓明、陈明昊。剧情点评：小城大事的魅力在于对真实的极致诠释，80年代的蛤蟆镜，广播里的评书，干部招待贵客的卖乳精，这些细节精准复刻时代机理，人物塑造更摒弃完美光环，每个角色都带着棱角与温度，让造成不再是冰冷历史，而是普通人用双手书写的奋斗故事。黄晓明饰演的郑德成敢闯敢试，赵丽颖饰演的李秋平从理想主义规划者蜕变为扎根田间的实干家，也为剧集增色不少。2人从针锋相对到互对互补，没有狗血爱情，只有并肩作战的信任，比任何甜宠都更动人。虽有后期群像稍显弱化，部分感情戏略刻意的小遗憾，但仍不掩其光芒。危险关系，收视率 1.585%、1.544%、1.466%。主演孙俪、吴康仁、王歌。剧情点评：佩服编剧的功力，台词相当精彩，随意一句好了好了，算我错了都让人不寒而栗。相比之下，之前日剧《明天我会成为谁的女友》里的牛郎被秒成了渣，演员的表现也很有张力。外露的恶可以防，但以为你好之名行控制你之事，如同包着糖衣的毒，才真正需要警惕。值得称赞的是，该剧呈现了各种类型的 PUA， 它可能发生在男女、女男甚至亲人之间，非常有现实意义。另外，正面角色师兄和芳芳也很接地气，没有陷入伪光正的刻板人设。所以总的来说，该剧撕开亲密关系里的温柔陷阱，既是悬疑剧，也是一堂现实情感课，引人深思。生命树，收视率 0.366%、0.344%。主演杨紫、胡歌、李光洁。剧情点评：正午出品必属精品，胡歌贡献了顶级演技，杨紫也是稳扎稳打。关于前后割裂的争议，我认为这并非叙事断裂，而是题材服务于时代的选择。前25集是90年代的西部拓荒史，展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直接对抗；后15集转入现代悬疑，揭露的是资本与法治的深层博弈。作为80后，我看懂了这种从生存到生活的巨变。所以总的来说，即使有不足，但就冲这个题材的意义，都该值5星。再加上这群人的演技和剧情，太出彩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真的非常有宣传意义，太伟大的一群人，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大爱无疆。最后不得不说，国产剧真的越来越有深度了。凡人修仙传，收视率 0.157%。主演杨洋、金晨、汪铎。剧情点评：说实话，该剧中特效、场景、服化道都很用心，御剑飞行、法术特效、秘境氛围都有那味儿。杨洋演的韩立很贴脸，前期木讷隐忍，后期沉稳冷峻，把凡人步步为营的感觉演出来了。剧情尊重原著，
七玄门、黄风谷、乱星海等名场面都保留，节奏稳，不魔改，不瞎加感情戏。修仙界的残酷、资源争夺、人心险恶都拍出来了，不是那种悬浮古偶。就是小说影视化的弊端还是有一点，就是主线不明朗，一路升级，电视剧拍起来就会有点慢，且感觉剧情有点慢。但男频改编能做到不崩、不尬、不恋爱脑，已经赢过大部分仙侠剧，还是值得去一睹为快的。如果把这份收视榜单当做一面镜子，那么真正映照出来的，不只是剧集之间的胜负，更是观众审美与情绪的流动。而在这之中，小城大事或许不是收视第一，却有一种越看越沉、越品越有味道的后劲，尤其是赵丽颖的表现，让人很难不反复回味。说实话，现在的国产剧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拼糖分，要么拼话题，但真正能让人静下心来看的作品，其实越来越少。小城大事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它不靠狗血剧情去刺激观众，而是用一种近乎笨拙的真诚，把那个年代一点一点铺开。旧物件、旧声音、旧空气，这些细节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一种带着温度的记忆还原。而赵丽颖饰演的李秋萍，就是这份温度最核心的承载者。很多人对赵丽颖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她早期那些鲜明、带有冲劲的角色上，但这些年她明显在做一件事，往更深处走。小城大事里的李秋萍，绝不是那种一眼就讨喜的角色。她有理想，但不完美；她有坚持，但也会犹豫。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她不是被设定为成长，而是在一次次选择中，慢慢变成现在的样子。从最初那个带着规划图纸、满脑子理想的年轻人，到后来真正走进田间地头，学会和现实交手的实干者，这种转变如果演得用力一点，就会显得刻意。但赵丽颖处理得非常克制，她没有刻意去强调我变了，而是通过眼神、语气，甚至站姿的变化，让观众自己感受到时间的重量。有一场戏其实很典型，她站在乡间，风吹着头发，听着村民说话，没有大段台词，但那种我开始理解了的情绪，是慢慢从她的表情里流出来的。这种表演不是炫技，而是沉淀。再说她和黄晓明的对手戏也很值得聊，两个人一开始的针锋相对，其实特别真实，不是为了制造冲突，而是因为立场不同，认知不同。你能看到他们在争论时的那种不服，但又不会觉得吵闹，反而很有张力。更妙的是，这段关系没有被写成爱情主线。现在很多剧一到男女主，就很难摆脱情感套路，但小城大事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让他们成为并肩作战的伙伴。这种关系的动人之处在于，它更接近现实，也更有力量。赵丽颖在这种关系里的表现，就像一块慢慢被打磨的石头，从棱角分明到逐渐圆润，却始终保留内核。其实从观众角度来看，这种角色很容易吃亏，因为不够讨巧，不够戏剧化。但赵丽颖硬是把它演出了存在感，她让人相信李秋萍不是一个被写出来的人物，而是真实活在那个时代里的某个人。再往大一点说，小城大事之所以能打动人，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把造成这件事从宏大的叙事拉回到了普通人身上。而赵丽颖的表演就像一条线，把这些零散的情绪串了起来。她不是站在高处去讲述时代，而是站在人群中，和所有人一起经历时代。这点其实挺难得的。现在很多演员都会强调转型，但真正的转型从来不是换个题材那么简单，而是你有没有能力让观众在你身上看到新的东西。赵丽颖这几年走的路，很明显是往后度去的。小城大事或许不是她最外放的一次表演，但却是很有分量的一次。当然，这部剧也不是没有遗憾，比如后期群像略显单薄，一些情感线处理的稍微有点刻意。但即便如此，
他依然有一种很扎实的底子，而赵丽颖就是这个底子里最稳的一部分。回到这份榜单，你是迟来的欢喜的轻盈，危险关系的锋利，生命树的宏大，凡人修仙传的世界观，各有各的看点。但如果要选一部能让人安静坐下来，看完之后还想再想一想的剧，小城大事确实值得一个位置。而赵丽颖也再次证明了一件事，真正能走得远的演员，从来不是靠一时的爆发，而是靠一次又一次让观众重新认识他。所以如果你问这几部剧里哪一部最耐看，我大概会说是那种你一开始不一定觉得惊艳，但看着看着就离不开的那种。而小城大事刚好就是这样一部剧。李云瑞新剧搭档小赵丽颖耗资2亿拍摄，却因这理由恐赔的血本无归。李云瑞因参演九重子一度爆红，这部剧让他迅速从配角晋升为大男主，成为业内炙手可热的明星。近期他与黄洋钿甜合作出演《楚乔传》续集《冰湖重生》，并且这部剧于昨天9号播出了第7集。原本大家都期待着这部剧会掀起一波收视热潮，但可惜的是，剧集播出后竟没有任何厂商投放广告，整个局面看上去惨不忍睹。据悉，《冰湖重生》在制作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特效，制作成本高达2亿，但由于黄洋钿甜此前因为一场炫富风波，形象大跌，导致没有品牌敢接下广告赞助，最终李云瑞也因而被拖累，面临着可能血本无归的风险。李云瑞在九重子中的出色表现和孟子义的默契搭档，让这部剧迅速爆红，也让李云瑞从一个新人演员跃升为大男主，他的事业节节高升。紧接着，他主演的《艳遇永安》也得到了许多厂商的青睐，广告接连不断，李云瑞的人气可谓是正当红。他目前手上还握有要演上公主等待播出的剧集，同时与刘些宁搭档演出的古装剧《归良辰》也备受关注，前景一片光明，人人都看好他未来的发展。然而，这一切的顺风顺水，在《冰湖重生》面临的问题前显得格外脆弱。原本这部剧因其是《楚乔传》的续集而备受瞩目。该剧讲述了林更新饰演的宇文玥坠入冰湖后的故事，赵丽颖饰演的楚乔在烟熏的救援下重生，随后两人在复仇的道路上再次相遇。李云瑞在剧中饰演宇文玥，而黄洋钿甜则饰演楚乔。这样的配置本应引发大量话题和关注，甚至被看作是爆款剧的潜力股。然而，事与愿违，黄洋钿甜在去年5月时发布的一张自拍照，却彻底改变了剧集的命运。照片中，她佩戴了一对价值230万元的 Growth 珠宝耳环，随即引发了炫富争议。事后，官方进行了调查，最终证实耳环为假货。这一事件不仅重创了她的形象，还曝光了她父亲曾担任公务员期间违规经商、隐瞒生二胎等不当行为。黄洋钿甜曾塑造的富家千金形象瞬间崩塌，粉丝和公众的信任度也大幅下降。令人意外的是，尽管外界纷纷猜测剧组会将黄洋钿甜的角色撤换，但最终她仍然回归剧组补拍。可惜的是，剧集的播出和黄洋钿甜的负面形象始终难以分开。冰湖重生不仅在开播前遭遇抵制，且尽管该剧在双平台播出，仍未能在电视台上播出，更没有任何厂商愿意为其投放广告。前期剧组在特效上的高投入使得制作成本急剧上升，导致剧集是否能收回成本，甚至是否会出现赔本的情况，成了一个大疑问。尽管李云瑞凭借男主的身份努力提升剧集的吸引力，但种种因素的叠加，让这部剧的颓势依旧难以遏制。网友纷纷感叹，李云瑞的演技和人气再强大，似乎也难以挽回这部剧的败局，令人不禁为他感到可惜。在这个有点喧嚣又略显失衡的影视环境里，一部剧的成败往往被流量、话题甚至演员的私生活牵着走。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能看清一个演员真正的分量。围绕冰湖重生的种种争议，说到底
其实又一次把观众的目光推回到了那个始终站在风暴之外却从未被遗忘的名字——赵丽颖。说句实话，冰湖重生的问题从来就不只是演员阵容或者资本投入的问题。他试图借着楚乔传的情怀红利再造一个爆款，但却忽略了一件最核心的事情：当年观众爱上的从来不只是楚乔这个名字，而是赵丽颖赋予这个角色的灵魂。很多人现在回看楚乔传，依然会被那个在泥泞中挣扎，在绝境中反击的楚乔击中。那种力量感，不是台词写出来的，也不是特效堆出来的，而是赵丽颖一点一点长出来的。她的表演里有一种很特别的质地，不张扬，但有韧劲；不刻意煽情，但能让人心口发紧。这种能力，说简单点，就是让角色活了。反观冰湖重生，无论是设定还是制作，都在努力复制成功公式：更大的投资，更重的特效，更密集的情节冲突。但观众却很快发现，少了最关键的一环，那种让人相信他就是楚乔的真实感。一旦这种信任断裂，再多的投入也只是表面的热闹。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赵丽颖当初坚持不出演续集。很多人觉得她错过机会，但现在回头看，反而更像是一种清醒。她没有被情怀绑架，也没有被资本裹挟，而是选择对角色负责。对一个演员来说，这种判断力比一时的曝光更重要。再说的直白一点，楚乔传的成功从来不是偶然，它是演员、角色与时代情绪刚好契合的结果。而赵丽颖恰恰是那个把女性成长和命运抗争演到骨子里的人。她不是在演一个女将军，而是在让观众看到一个普通人如何一步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这也是为什么哪怕9年过去，每当相关话题被提起，观众依然会第一时间想起她。不是因为怀旧，而是因为替代不了。很多后来的作品试图复制女强模板，台词更狠，动作更猛，造型更飒，但少了那种从底层一点点爬上来的真实过程，人物就容易变成符号。而赵丽颖的厉害之处在于她让楚乔的每一步成长都有重量。你会相信她疼过、输过、挣扎过，所以她的每一次站起来才有意义。回到这次的风波，其实也挺讽刺的。一边是高达2亿的制作成本，一边却是没有广告投放的尴尬局面；一边是试图打造爆款的野心，一边却是观众越来越冷静的审视。这种反差，某种程度上也在提醒行业，真正决定作品生命力的，从来不是预算，而是内容与表演的说服力。而赵丽颖恰好就是这种说服力的代表。她这些年的选择路径其实越来越清晰，不盲目接续集，不消耗经典，不依赖人设，而是一步步拓宽自己的角色边界。从古装到现实题材，从少女到成熟女性，她始终在调整节奏，而不是被市场推着走。这种克制，在当下的环境里，反而显得格外珍贵。所以，当冰湖重生陷入争议，当观众开始重新讨论楚乔是谁的时候，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了。角色可以被改编、被重启，但观众心里的那个原版，早就有了唯一的归属。说到底，观众是最诚实的，谁真正打动过他们，他们就会记住谁。而赵丽颖恰好是那种不需要站在风口，也依然会被反复提起的人。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